机位调度已经完成，麻烦思兰同学来帮忙了。一大早叫你来现场，真对不住。不过也多亏了你对场地熟悉，我们才干得这么顺。应该的，早点定下机位，也方便摄像师们检查设备。我们的活儿也基本干完了，你快去吃个早饭吧。好，如果还需要我帮忙，可以打我电话。你这么早来礼堂？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在做摄像调试，我们出去聊。繁星杯的决赛即将开始，我来检查场馆，并协助拍摄人员确定拍摄机位。万一出了什么错漏，早点检查也可以排除。没事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会问我这种问题。我想，如果我变得阴沉寡言，大概是因为我心里藏着秘密，我必须保守秘密。这些秘密让我痛苦，但秘密一旦被泄露，我想守护的一切都会被毁掉。一个人的性格大变，说明他有扭曲自己也要去守护的东西。繁星杯开始之前，我还有点事，失陪。
不是表演者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里有人想偷东西！你不是参赛者，又偷偷摸摸进到更衣室，很可疑。理事长跟我们说过，今天可能会有人想破坏比赛，让我们都往后台走走。没想到就发现了你。不管你是不是小偷，先跟我们去理事长办公室。什么事？思兰，你去吧，我相信你。
可爱的姑娘，你想跟我单独谈谈？哼，能得到你的垂青，我真是无比荣幸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有小姑娘对丝兰感兴趣，你的口味还真独特。不过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从异界抢来的小新娘，竟然知道丝兰的身份名号，你可真不简单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你每一句话都能切中要害，小姑娘，我们是初次见面，但你似乎很了解我，也很了解这个世界。你提到了一位鲜花巷的医师，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证明你真的见过未来，单凭你诅咒他被冰蝶吞噬，就可以触怒我。我允许你继续说，但只要我发现任何胡编乱造，你就回那个笼子，到月桂节。
我并不想听他胡言乱语。陛下，请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将祭品关入囚笼。你提醒了我，我会以最强的力量来看守你。在你笼子旁边的，一定是法师塔最强的高阶法师。我自己也会每隔1小时来巡视一次。司兰卿，我并不完全信他。但我觉得，粗鲁地封住一位淑女的嘴巴，这实在有失风度。先听他说，司兰卿。虽然你很忙，但我觉得他值得你为他空出点时间。我想帮他。在看到这女孩的第一眼，我就有种亲切感。我觉得她身上有不一样的光芒，我想走近她。但我决定帮助她，是因为我在她整个讲述中找不到任何漏洞。她讲述的故事很复杂，有很多令人痛苦的东西。或许她确实见过未来，却不曾绝望。穿越时空，听起来奇妙荒诞，但法师本也是荒诞之物。身为法师的我，又为什么不能信他一次？我根本不在乎这里的人，也不在乎这片大陆是否会毁灭。但我不想死，我不会承诺帮你。但如果你有什么计划，可以先说出来。爱英都松口了，我如果还不帮你，显得我这个皇帝太没气度。直说吧，你想要我们帮你什么？
我拒绝。我以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变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他用了各种方法，依旧没能拯救叶塞大陆，就证明未必有什么真正解救之法。那么，维持原计划，看守好它，等待月桂节举行降临仪式，是我们最稳妥的选择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禁止他与你们三人接触，以防异变发生。思兰冕下，恕我这次难以赞同。看起来，思兰卿的提议也很难得到赞同啊。你看，我弟弟和你的好弟子都护着他，你要粗暴地把他关起来，只怕得在我的皇宫打起来了。哼，你们几个足够把我这皇宫的穹顶也掀翻，我这个皇帝丢不起这个脸。依我看，思兰卿，你还是把他带回你法师塔看看吧。不行。哦，难不成你那个塔里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或者你心里在害怕这个小姑娘？胡说八道！这是在跟我谈条件？你自称窥见过那么多种未来，又对我有多少了解？你知道，法师是叶塞大陆最强的战斗力量。那你是否知道，我一人之力足以胜过整个法师塔？就算那3个人联合起来维护你，也无法干扰我的判断。
哼，你别后悔。那个法师塔阴森森的，你一定不习惯。我会让人给你送去皇宫里温暖的被褥和替换用的衣裙，让可爱的淑女过得舒心，也是一种骑士精神。今晚我会在法师塔周围巡视，你保持点戒心。如果因为愚蠢出了事，我可不负责救你。法师塔里有法师的秘密，有秘密的地方会很危险，你保重。如果想来法师塔，就跟上，我没时间等你。你看着这棵树发愣很久了。我没有，并不是每次施法都需要有目的。我只是希望法师塔门前有一株枫树而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，我喜欢风。这个地方可不能就寝，一棵树也不值得你研究一个晚上吧。你心里再怕，你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女孩而已。奇怪的符文，幽暗的楼梯，永远走不完的盘旋向上的路。在这种地方，角落里随时会跳出黑色的魔怪，楼梯的尽头也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祭品就应当乖乖被关在笼子里。
太弱了。把大陆的未来寄托在如此弱小的你身上，反倒是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任。你注定成为我降临法阵的祭品。当然，对夺走你生命一事，我很抱歉。然而我别无选择。没有，并不是每次施法都需要有目的，我只是希望法师塔门前有一株枫树而已。你用不着要挟我，小姑娘。我一定会将你放入降临法阵。我必须执行我自己的计划。我对叶塞大陆的了解，远超初来乍到的你。你不可能影响我。走吧，法师塔顶层有个空卧室。别猜了。这是我的卧室。法师塔中没有空余客房，我从来不睡觉。这间卧室也是个摆设，你可以放心休息。我知道你在挑衅我，但这没用。
我走了，你可以使用这间房子的任何器具。走吧，法师塔顶层有个空卧室。魔法可以使我保持充沛的精力，不需要睡眠。腾出睡眠的时间可以筹划更多的事情。你根本不懂我，所以你没资格干涉我的计划。算了，我先告退。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。拿下他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不是车轮战，我要用最高的效率及法师塔全部力量将你控制住。法师的规则里没有正义和道德，法师塔中一切皆可发生。斯兰，你在违背陛下的命令。作为整肃者卫队的首领，哪怕是首级法师冕下，违背了皇帝命令或者失控，我都会行使自己的职责。你，是罗夏让你来监视我的吧？
他果然向着这个女孩。思兰，你这话说的可真难听。什么向着这女孩，说的我跟她有私情一样。喂，这次我连订婚仪式都没举行，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你在议事厅说给了这女孩，然后对她做出了承诺。你答应她，让她在法师塔里好好睡个觉。现在，你违背承诺暗算她，还要撕破脸皮用法师塔所有的法师一起对付她。我看来，怎么都是你不对呀。请你记住，法师塔虽然是你的法师塔，但只要法师塔在这片土地，我都是统御这里的王。叶塞大陆的皇帝可不该失信于来自异界的少女，所以你还是收敛一点吧。怎么这个表情？难不成你是在害怕？我敬重你为叶塞大陆的筹谋，也知道你见证过太多尘封的过去，但这个少女，她知晓未来。思兰青，我倒是觉得，若你与她合作，我们也许能争取到完全不同的结局。至少，没必要在第一个夜晚就撕破脸。这样，我只会觉得你胆怯，不战而退。算了，至少今天我不囚禁你，但你不可以离开法师塔。你安心睡，思兰那边的状况，我会让暗音盯着的。不必，我不会再对他动手。我知道，为了救我，你非常的努力。也许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有些东西都无法改变。但你对我的这份心意，我很感激，谢谢。
不该来这里。首席法师，首席法师救我！我救不了他，这就是成为法师的仪式。法师的力量源自情感和精神力，成为法师的人会自愿服下魔药，魔药会催动情感，转化为力量。魔药会对人的情感和精神进行极大的破坏。此时，人需要坚定心念，控制住自己的精神和情感。如果自控力不够强，就无法控制体内汹涌的法力，法力会让脏器裂开，人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。是哦，只有愿望或欲念足够强烈的人，才能完美操纵法力，因为欲望是精神力之源。我记得思兰冕下是要将这少女囚禁于法师塔中，在下愿为冕下分忧，亲自看守这个少女。我没有。只有精神力极强之人，才能成为法师。精神力与欲望成正比，欲望越强，法力就越高。欲望到最深，就变成了犯罪。没错，这个法师塔中，到处都是罪行：色欲、暴食、贪婪、妒忌。背负着种种罪行的人围绕在我身边。
我不推开他们，我满足他们的欲望。从你讲述的故事中，我得知，你早知晓法师塔最强9位高阶法师被称为9席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9席除了陆晨和西陵之外，都是罪犯。知道这些真相后，你害怕了吗？害怕的话，转身逃出去。不过，似乎你身后的那个人，并不想你离开。如鲜花一般的少女，既然被我找到了，我怎么忍心让她逃出法师塔？小姐，思兰冕下大概没告诉过你吧？法师塔是法师们可以尽情释放欲望的场所，在这里，任何邪念都能为所欲为，只要我够强。我呢，也是法师塔9席，而我的欲望是色欲，你肯定跑不掉的，不如乖乖跟我走吧。思兰冕下，救我！法师塔中，任何欲望都可以为所欲为，对你如此，对他也如此。毕竟这回，他比较强。不必多费唇舌，跟我走。另一间房间里，有你想知道的真相。这是法师塔的地牢。没错。法师用法力化解冰裂之灾，同时，
法师也是冰蝶之源。魔药催动人的情感和精神力，将其化为法力。但法师使用法术战斗时，会让体内的精神力异变。随着法力释放出来，法师的精神力会受到刺激，渐渐裂开，出现外形为双翼的轮廓。最终，法师会化为冰蝶。这就是你想知道的秘密。每一天，都有法师在这里死去。普通的法师死后，会化为很小的冰蝶四处飞舞。其他法师会用法术消灭这些冰蝶，而强大的高阶法师，往往会化为一整只巨大的冰蝶。我有种奇怪的直觉。没错，我谋划着用冰蝶袭击你，然后趁这个机会将你困住，关到月桂街。可是，当我看着你战斗的背影，我念不出咒诀。你给我一种战友的熟人感，不过我会因感觉而犹豫，让我有些看不起自己。现在，法师的所有秘密我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似乎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法师塔。换个地方谈话。你的问题很有趣，你想了解我什么？
你的问题很多，咄咄逼人，而我并不喜欢将自己的私事和盘托给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。你太危险了。你问我为什么能活很久？没错，我已活了100年。最初我也是普通法师，我本该与其他法师一样，法力失控，化为冰蝶，只因为种种阴差阳错的幸运，度过了劫难，活到今天。我有个盟友，我连他的脸都没见过，但在我每次绝望之际，他都握住了我的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我，每次他都在我接近昏迷时出现，到现在我连他的声音都记不清。但我知道，每次他握住我的手时，那掌心中的热度是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热度。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有些离奇，而且就算你问我细节，我也无法回答你，连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。他不希望我与他相见，但他承诺只要我活下去，我们总有一天能相逢。他救过我，他影响我，我的一生都被他成就。如果要说我的欲望是什么，大概是生吧。总觉得只有活下去，才可能与他再相见。不过我的愿望应该是不可能达成了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在月桂界死去。姐姐，那个漂亮的姐姐跟阿罗拉一起吃早餐吗？漂亮姐姐和阿罗拉一起吃好吃的。
你真要同阿罗拉一起吃早餐，他也是发誓他酒席。是暴食哦，阿罗拉最喜欢食物了。但姐姐这么好看，所以分给姐姐吃也没关系哦。走吧，姐姐跟阿罗拉一起吃早餐。漂亮姐姐喜欢吃就好啦。阿罗拉以前是可以把它们通通吃光的，但现在已经吃不下很多东西了。因为斯兰冕下告诉阿罗拉，阿罗拉首先要好好吃冰蝶，才能吃别的东西。冰蝶也好吃，阿罗拉不挑食的，但冰蝶吃了会肚子疼，然后就吃不太下别的东西了。姐姐，你不开心？是我说错了什么话吗？没有呀，我每天都在吃东西。阿罗拉最喜欢吃东西啦。只有成为法师，阿罗拉才可以尽情地享用食物，很开心的。而且我吃不完的就分给漂亮姐姐，也不会浪费。阿罗拉阁下，请尽快用完早餐。斯兰冕下有派遣。又要出去吃冰蝶吗？但我昨天才出去过，不是一般隔天才会出现新的任务？今天本来应该是霍列斯，但他现在躺着动不了。城郊有强烈法术波动，我怀疑是大量清洗的冰蝶，需要酒席这样的高阶法师才能去除。不过，阿罗拉身上的法力已经开始不稳定。没关系，有吃的，阿罗拉很开心。走了，吃冰蝶去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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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罗拉，你身体不太好，坐马车去。好多吃的，阿罗拉喜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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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不降之物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失控。阿罗拉喜欢吃，但吃完就肚子疼，好疼啊！姐姐，我真的快疼死了。神女阁下，今日调查可有进展？我想，他这一天除了守护阿罗拉，什么都没干。感情用事的小姑娘，不成大器。反正我从没指望过她。自来冕下，我倒不这么看。我觉得他会关心一个初次相识的小女孩，说明他是内心温柔之人。我觉得，若还有人能解开叶塞大陆的死局，那就是他了。他同时拥有最温柔之心和最坚定的信念，而我们叶塞大陆的最强者里，并没有人兼具这两种品质，也包括您，斯兰冕下。斯兰冕下，请给他一些时间，我相信他会给我们惊喜。你放心，我现在不会做什么。阿罗拉还有重要的任务，不过我提醒你，没必要把心思放在阿罗拉身上。阿罗拉已经接近失控了，所有失控的法师都要被处理掉，这是法师既定的命运。法师塔最强的酒息也不例外。这孩子已经算撑得很久的了，他是倒数第3个。
好暖，我怕冷。好像没那么冷了。真愚蠢，他活不了多久的，而我却在浪费法力陪你做蠢事。承诺，是我和一个人的承诺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等到，但我会一直等。不过，这真是我的私事，与拯救叶塞大陆无关。你没必要去探究我的私人感情。说起来，你一天陪着阿罗拉，应该也很累了，还是早点休息。谢谢漂亮姐姐，姐姐一直陪在我身边呢。果然，姐姐跟那个叔叔一样好。就是那个跟姐姐一样穿很短衣服的叔叔。我亲近姐姐，就是因为我看到姐姐刚进法师塔的时候，穿着跟叔叔一样的短衣服。这是阿罗拉的秘密呢。不过，如果是姐姐，阿罗拉可以分享秘密。皇宫里有个水镜，是西林圣女用法术造出来的。
我啊，就经常趁西陵圣女和皇帝他们都不在的时候去看那个水镜，然后在水镜里看到了一个很慈祥的叔叔啊。叔叔对阿罗拉很好，他会想办法让阿罗拉调整体内气息，减缓肚子疼，还会唱歌。听着叔叔的歌，阿罗拉回到法师塔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头发有点白，穿灰色的短衣服，身上有一根绿带子。他看到阿罗拉就笑，还会唱好听的歌。阿罗拉真的喜欢叔叔。现在西陵圣女的水晶还在哦，昨天阿罗拉也悄悄去见叔叔啦。阿罗拉的肚子又疼起来了。姐姐，能不能帮阿罗拉去皇宫？阿罗拉有点走不动了，但我昨天跟叔叔约好了，今天他会学新曲子唱给我听。叔叔，你不是说好了，今天学了新歌，唱给阿罗拉听。阿罗拉想睡觉了，想听叔叔唱歌。
星星睡着了，雪轻轻在落下，蝴蝶哪儿去了？手心还有花香。白昼连黑夜，花路行呀，雪融化，小小脚印通向哪儿？路的尽头不见了它。天空有多远？宇宙有尽头吗？等我抵达那天，再牵我的手。好听，阿罗拉最喜欢听叔叔唱歌了。好困，阿罗拉先睡一下。你好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没错，繁星碑上沈灵死去，你被传到叶塞大陆，都是我的谋划。对我而言，那个叫叶塞大陆的世界，远比我所在的这个世界重要。因为叶塞大陆有我星星上的女儿，而地面上，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。她叫孙林，我唯一的女儿。因为感情不和，我妻子很早离开了我，留下琳琳跟在我身边。我曾以沉溺的心态潜心于天文研究，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沉浸于观测和演算。我曾觉得头上的天远比我踩着的地更精彩，但有一天我从天文望远镜中移开眼睛，却发现我的女儿不在了。琳琳与同学一起去春游，误入了一个山洞，窒息而死。可笑的是，收到这个消息的前一刻，我还在为观测到2颗中子星相撞而激动不已。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没哭，我笑了一整夜，笑得整个研究所都觉得我精神癫狂了。我笑我自己，我以为我拥抱着整个星河和宇宙，而实际上，我连自己唯一的女儿也没保护好。
我很明白，作恶者口述一大堆苦衷，只能骗取小孩子的原谅。我不想为自己辩护。我失去琳琳后就很厌世，我钻研时空场共振，利用天文台发射器向宇宙发射地球的消息。也许我是真期盼有外星人来毁掉地球，结束我的痛苦。后来我就跟叶塞大陆的水镜联系上，见到那个斯兰首席法师，我答应了他，与他合作。没错，是我帮他找到你。水镜需要有媒介才能观察到地球。你还在家乡的时候，我就见到过你。我发现，你可能是斯兰的目标。我愿意配合斯兰法师的所有计划，因为我在水镜里见到了阿罗拉，他和琳琳一模一样。这一刻，我衷心地感谢宇宙。宇宙是多么奇妙，它能让我穿越星系，再度找回最珍贵的东西。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不是因为我天真到要向你忏悔，想骗取你的原谅和同情。我只想跟你做一个交易。这个交易，我与那位斯兰法师也谈过。我希望你保护阿罗拉。我不蠢，我知道，阿罗拉过度使用法术，已经接近失控，而那位斯兰首席法师，并非仁慈之人。虽然斯兰答应过我帮他找到血印，他就会护着阿罗拉。但现在你已经来到了叶塞大陆，他根本没必要再守承诺。我向你承诺，我星星上的女儿活着，你的世界就会安全无恙。不要让她再使用法术。我不想看她变成冰蝶，我希望她能好好活着，像个普通小姑娘一样活着。有点冷，叔叔说，冷的时候就大声唱歌。星星睡着了，雪轻轻在落下，蝴蝶哪儿去了？手心还有花香。叔叔唱的歌很好听，可惜阿罗拉还没全学会。
怪物很多的话，这一次阿罗拉可以吃得饱饱的啦。这次你一定能吃得很饱。吃饱了就好好睡一觉吧。这次睡着了之后，你就不会再冷，再肚子疼了。阿罗拉，你恨我吗？我是法师塔之首，我本该引导和庇护所有法师，但对我而言，你们都只是工具。我使用你们，我牺牲你们，我亲眼看着你们一个个死去，却无动于衷。如果你们恨我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讨厌的意思吗？阿罗拉不讨厌斯兰冕夏哦。阿罗拉最讨厌饿肚子，在遇到斯兰冕夏之前，阿罗拉每天都很饿。阿罗拉在家里哭闹，问爸爸要吃的，爸爸就把阿罗拉丢在河边，捡了好多硬面包给阿罗拉吃。阿罗拉不喜欢吃硬面包，但实在太饿了，阿罗拉就把硬面包通通吞了下去。阿罗拉吃过硬面包后肚子疼，斯兰冕夏喂阿罗拉喝药，药水苦苦的，但喝了药之后，阿罗拉肚子就不疼了。我并非行善举，我只是看中你暴食的欲望强烈，觉得你有法师潜质。我收你来法师塔，将全大陆的佳肴都任你享用，但同时我也要你吞噬冰蝶。你依旧肚子会疼。我还是肚子疼，但这也不能怪斯兰冕夏吧？斯兰冕夏是法师，又不是专治肚子疼的。我听说吃多了就会肚子疼，可我忍不住吃，所以肚子疼好像也挺正常的。反正吧，我就喜欢吃，吃的时候我特别高兴。斯兰冕夏让我吃得饱饱的，我当然喜欢斯兰冕夏。板着脸，法师塔里很吵，有人叫，有人哭，但每个人都有笑的时候，只有斯兰冕夏从来不笑。阿罗拉吃饱了就笑，其他人也是达成了愿望就笑。阿罗拉想，斯兰冕夏一定是没有达成愿望，
阿罗拉希望你能快点实现愿望，哪怕那时候阿罗拉已经睡着了，阿罗拉也会开心，就像吃得饱饱的一样开心。很冷，法师的肌肤都很冷。很抱歉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创造你们，让你们强大，让你们纵欲，让你们为世人所惧、所憎。但我也知道，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牺牲者。我无力救你们，但我至少会做到，不让你们的牺牲白费。笑了，我第一次看到斯莱冕笑笑。阿罗拉，我以法师塔中所有法师为棋子，我不动感情，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影响我的情绪和决断。但这些时光对我并非全无意义，我不后悔曾与你们同行。你救不了他，而且我也不认为阿罗拉身边能出现拯救叶塞大陆的新线索。不过我不阻止你，也许人有时候会做一些无聊的事情，做过了，至少到最后时刻不会太后悔。很多人说阿罗拉除了学法术，其他都笨。可阿罗拉心里知道，叔叔和姐姐是真正对阿罗拉好。姐姐想带阿罗拉走，但阿罗拉不想逃。阿罗拉是法师，法师不打怪物，别人就要倒霉啦。
我只是来打猎的，饶了我！法师大人，求求您救我！法师大人，没事的，艾罗拉会救你的。姐姐，你们就站在这里，不要动。我去打怪物啦，我会把它们通通吃光的。我来送他最后一程。此时他法力消耗极大，哪怕处于失控状态，也很脆弱。趁这个时候，让他安稳睡去，是对他最大的仁慈。姐姐，我的身体很奇怪，我知道已经到那个时候了，但我不想变成那种蝴蝶怪物的样子，变成怪物会吓到姐姐和叔叔。此来冕下，我可以再看一眼叔叔吗？我还想听他唱歌。殿下，我答应你，听完歌我就乖乖睡觉。艾罗拉绝对不会变成怪物。你是第一个失控后还能控制自己，保持人形的法师。因为你不想吓到爱你的人，
纯粹的精神力，居然可以突破法术的规则。阿罗拉，这里离皇宫很远，但我可以用法术帮你做西灵水晶的映射。通过它，你可以见到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我知道，你是真的很想听那个人唱歌。阿罗拉，你还好吗？又见到叔叔了，阿罗拉，有点累。阿罗拉，你……叔叔，别难过，阿罗拉真的没事。阿罗拉想听叔叔唱歌，就是昨天的那首歌，后半段，阿罗拉还没学会。好，阿罗拉想听什么，叔叔都唱给你听。星光落下雪地上，小小脚印连成花，屋檐荡雪，檐下种花，花露新芽雪融化，小小脚印通向哪儿？路的尽头不见了他。天空有多远，宇宙有尽头吗？当我抵达那天，再见我的手。阿罗拉好像学会了，唱歌的时候肚子就不会疼。有点累，我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我会尽力用法术与对面的力量对抗，拖延时间，但我不知道能支撑多久。
这次，拜托你。没事，繁星杯上你跑向舞台就突然失踪了，这2天里全校都在找你。孙竹一理事长突然要求封闭天文楼，我来看看情况。我们报了警，但警察也没找到线索。这2天你去了哪儿？同学，请等一下。孙竹一理事长下了通知，如果找到你，一定要马上带你去综合楼接受调查。我刚从综合楼过来，理事长办公室并没有人。思兰，我们是孙老师的直属门生，你不用怀疑我们假传理事长的指示。我们先带他去综合楼，孙老师一会儿就到。现在是深夜，你们要把一个女生带去一幢空荡的教学楼，哪怕是理事长的吩咐，也很奇怪。这不符合圣塞西尔的校规。思兰，孙老师的意思是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要将她带走。不用担心，我在，他们伤不了你。你快走！你想要关掉天文台发射器？我会帮你。好。
我拖住他们，你尽快向前跑，不用担心我，快去做你要做的事情。别白费劲，这是赤力立场，你若硬闯，只会被伤到。同学，你这就太不尊重老师了。我是个科学家，我研究的自然只有科学。同学，你很努力。如果你在阿罗拉身边的时候更努力一点，我们现在就不会这么难看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说过，阿罗拉活着，一切就会安好。你看，我的要求已经放到这么低，我只希望他活着。哪怕他活在星星上，我永远也不能走到他身边。我为阿罗拉做了很多，你知道的。她是我星星上的女儿，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挂念。阿罗拉在她的世界是法师，那是个有法术的世界。阿罗拉体内的法力一直不稳定，她经常肚子痛，痛得打滚哀嚎，她向我大哭求救。她的每一声哭叫，都像刀子刻在我心上。我想为她做些什么，于是，我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叶塞大陆的法术和冰蝶。我发现，叶塞大陆的法术力量本源是人的情感和精神力。普通人的精神力在体内无法产生破坏力，法师塔的魔药会催化精神力，让它内部的能量能爆发出来，变成法力。法师使用法力战斗对抗冰蝶，远比普通人力量强。人的愿望和欲念越执着，精神力就越强。变成法师后，也拥有更强的法力。但法师在不停使用法术时，也会催化体内精神力。当法术使用过多，体内的精神力会开裂并扩大化，出现双翼的轮廓，这就是所谓的冰蝶。对，法师最后不可避免化为冰蝶，就是所谓失控。而我可怜的女儿，她什么都不懂。她喝下魔药，
使用法力吞噬冰蝶，执行着一个又一个危险的任务。对法师塔而言，它只是个工具，它必然有一天会失控，在剧烈的痛苦中变成可怕的怪物。我用尽办法去钻研精神力产生的力量。我提醒女儿调整情绪，并帮助她学习掌控法力。为了保住她，我几乎不眠不休，夜以继日地钻研如何控制精神力。我发现，精神力蕴藏能量这个规则是超越平行世界界限。换句话说，精神力在我们的世界也可以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于是，我将圣塞希尔学院的天文发射器改造成时空场发射器。我们的世界没有魔药，但科技能够无限放大一个人的情绪。强烈情绪的无限放大会成为引动时空场的力量，而时空场共振的力量能撼动土地和海洋，甚至毁灭一整个星球。没错，它比叶塞大陆所有冰蝶汇集起来还更强。我不能让我星星上的女儿死去，所以我要用时空场共振，把她从叶塞大陆拉回我身边。哪怕星辰宇宙，也不能阻止我们重逢。我的歌啊，是的，那首歌。天空有多远？宇宙有尽头吗？等我抵达那天，再牵我的手。等我抵达的那天，再牵我的手。对，我的女儿要回来了。你看，屏幕上就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回来了。我的世界，我就可以牵她的手。
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能让他带走我女儿！你在里面吗？你没事，太好了。这个地方很危险，我们马上撤到地面空旷地带。
别发愣！地震越来越厉害了，我们要尽快离开。你表情很奇怪，好像你刚刚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你真的有很多秘密。你好像又要去我看不到的地方。你是个新生，又是女孩子，却总在做些冒险奇怪的事，但我总会没来由的信任你。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个1年级的新生。如果有我能帮的，请直接说。可以。不要看向那里，那里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那是群星湮灭之地。星辰有光，光的背面是暗，暗的集合是所有可能性的反面，它象征着一切的不可能。那里不属于任何平行宇宙，没有实与空的概念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终结，所以你可以叫它时空下隙。那是你应该远离的地方，最好不要再看它一眼。
大人，这一批找到了8个人，痕迹抹得很干净。很好。给他们药。是。你没有喝药，乖，喝了药才有可能活命。我不想活，不值得。
谁都不要我了，可我还是不想死。伊娜，你带着托雷去北面布下魔法防御阵，抵御北方的大片冰蝶。我先处理掉西面的那几只，就来援护你们。好，听你的。伊娜，你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前2天去镇上看医生，医生说我没生病。走吧，托雷，我们去布防御阵。哇，伊娜姐也好厉害，简直跟头有一拼啊！嘿，头儿，你来晚了，伊娜姐都没留下冰碟给你。这次的赏金，你可要多分我们些啊！伊娜，你没事吧？不行了。伊娜姐怎么会变成冰蝶啊？托雷，快跑！
我想活下去，对，我想活下去。我不想被冰蝶吞噬，也不想变成冰蝶。我想作为一个人活下去。是你，我知道，是你救我。小时候是你，现在依旧是你。只有你的手才会这么温暖。为什么你总会在我绝望时出现？为什么总是你来救我？是吗？那我很期待我们相遇的日子。我知道，我醒来后你就会消失，所以，我一定要问你一句话：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吗？我不想欠任何人人情。一言为定。你说，你从未来而回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但我相信你，我为什么要怀疑你呢？每次都是你把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，你没有骗我、害我的理由。
会活下去。我要研究出冰蝶的原理，不让法师变成冰蝶。我想活下去，我也希望其他的法师能活下去。我要变强，我会不断消灭冰蝶，不断救人，就像微不足道的我，也能得到你一次又一次不计报酬的相救。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我很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斯兰法师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，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斯兰法师？嘿，我听说过你。我们镇上的猎人叔叔被冰蝶堵在山洞里，你救了他们。是啊，斯兰法师救了我丈夫，还用法术给他疗伤，真是大大的善心人。法师真的好厉害，能驱逐冰蝶，还能帮人治伤。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当法师。人与人之间，本就该互相帮助。镇长，这个镇北边是不是有个鸢尾村？村子里有户农家姓奥利弗。奥利弗家呀，那可是鸢尾村的大家族，房子盖得老高，家里田地也多，秋天啊，经常来我们镇上卖粮食。哎，说起来，斯兰法师长得跟奥利弗家的儿子也有几分神似，难道是远亲？啊，不是，只是有朋友委托想去探望。
我找不到那座房子了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结束。我曾想过，如果真面对他们，我会有怎样的表情，说出什么话？憎恶、指责、原谅，或是喜极而泣。不过，现在都无所谓了，他们都死了，死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就能有未来。谢谢你，我知道，又是你。我知道，刚才也是你帮我驱散冰蝶。想来，我真是够幸运，有你一次又一次相救。我明白，你并不想再露面，所以，我也不会睁开眼睛。放心，我会活下去。不但是我自己要活下去，也要让叶塞大陆活下去。我还记得，你说你来自未来，我的过去已经全部被冰雪覆盖，但我要创造让你诞生的未来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冰蝶开始弥漫整个北境，我传输给我的皇帝弟弟。然而，身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只说，北境冬天很长，等到了夏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他还邀请我全家去帝都过冬，说什么帝都暖和，可与我续兄弟情谊。如果贪图享乐，当年我又何苦将皇位让给他，只身来到北境？城主是皇族中忧国忧民之人，所以我才会站在城主身边。10年前我来北境，那时冰蝶只是村落中偶尔发生的小灾难，但我总觉得这东西不及早去除会成大患，所以我放弃皇储之位，当了北境领主。如今整个北境弥漫在冰蝶雪灾之中，
而我根本无法得到帝都的任何援助。他们在想什么？以冰蝶蔓延的态势，北境全线不久就会崩溃，而帝都和南方也撑不到20年后。城主，既然外力靠不住，我们还是依靠自己吧。自冰蝶之灾蔓延时起，我与我的同伴便致力于清除冰蝶。与此同时，在银雪城和其他领地也接连有新的法师诞生。但无论法师怎样努力消除冰蝶，冰蝶蔓延的速度还是越来越快。按理来说，不应如此。我想，如果我们能找到矛盾的根源，或许我们就能找到根除冰蝶的方法。思兰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会尽我所能。给我一间安静的密室，我需要验证一个想法。地道，让法师们清理大厅和地道的冰蝶，但不要进入那间地下密室。思兰，你这是？城主，我用自己的身体来研究，最后发现，法师化解冰蝶，同时体内会产生更多冰蝶。但如果没有法师，
我们又无法对抗现有的冰蝶，就像在喝慢性毒药，明知最后都是同样的结局，也只能一点点喝下去。城主，动手！在我完全化为冰蝶之前，让我消失。思兰，我不会对你动手。不管未来是不是一杯慢性毒药，我也需要你与我同行。所以，你要活下去。思兰，活下去，哪怕未来只有绝望和恐惧，你也应该跟我一起向前走。勇者可以在绝望中也点燃火把，将恐惧驱散。够了，别浪费。如果我不想死，就不会死。我知道，是倪寒撑出来的。你就像那未卜先知，总会出现在我生命的关键节点。我有些好奇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我封印我体内这只巨大冰蝶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能很明显地感知到它的力量，它的欲望，以及它的恐怖。一旦我封印了它，将它融入我身体，我将成为叶塞大陆最强的法师。但一旦有一日，他战胜我，只怕这一只冰蝶就能毁掉整个叶塞大陆。卫里邀请我与他一同走向未来，可我不想成为真正的怪物。这一次，你无法说服我。只要封印冰蝶，我就成了连自己都害怕的怪物。但也许，只有怪物，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，去打破绝望和恐惧吧。放心，我会活下去的。虽然，可能不能按照你期待的那样去活了。我要作为一个怪物，去拯救叶塞大陆，不择手段，不惜代价。我不会在意我身边的人是否幸福，我只会竭尽全力，创造让叶塞大陆生存下去的未来。因为我答应过你，叶塞大陆要活下去。
这样，未来的你才会诞生。我因你而活，至少不愿辜负对你的承诺。我经历过很多不幸，但我希望你生活的世界是幸福的。如果有那样的世界，哪怕我成了一个只存在于传说里的怪物，也很好。你的幸福，未来世界的幸福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思兰晴，昨天有人向我汇报，你从死牢带出了一个叫霍列斯的家伙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死牢里可都是罪大恶极之人。霍列斯天赋很高，我不但想让他成为法师，还想将先皇之血给他，将他培养成酒席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父亲看到了现在的思兰，会不会很惊讶？我记得我年幼时，最钦佩的就是我父亲和思兰法师。你们都是抛下自身荣华，只为别人奋斗的人。正直善良的思兰法师，最终成为怂恿和协助我弑君篡位的邪佞，因为他觊觎先皇的皇族之血。这鲜血可以凝聚法师体内的冰蝶，为法师塔培养最强法师。最近，你也给那位叫陆晨的少年使用了先皇之血吧？那个少年眼神单纯，倒是挺像以前的你。你一直在说无用的话。如果没有如酒席般极强的法师，我们早就被冰蝶吞噬。你父亲已经死在了过去，我们必须牺牲现在，去赢得未来。霍列斯、陆晨，包括你和我，都是牺牲品。但罗夏，请你记住，没有牺牲，就没有未来。降临法阵会给叶塞大陆的人们赢得未来，但前提是，在降临法阵完成之前，我们不能被冰蝶全部吞噬。
思兰冕下，这是按照您的吩咐准备的晚餐。冕下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告辞了。我已经成了人人都畏惧的存在了。我想，如果我在未来遇到你，大概你也不敢接近我吧。不，如果你现在出现，我看到你时，也只会不停算计，你会不会对我的计划产生影响？一旦你有危险，我会马上除掉你。也许我真的已经是个怪物了。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，没想到走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居然还会想到你。我一直在等你。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，但在我心里却自私地期盼着还能见你一面。毕竟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不过，我好像等不到你了。又或许，我们早就见过了，只是我没认出你来。有点遗憾，无法亲口跟你道别。但现在，我没时间了。我必须全力去拯救这个崩溃的世界。为我的信念，也为对你的承诺。
那个人是你，我还真没想到。我也曾猜测过我救命恩人的模样，我想，他一定是这世间最温柔坚定、内心强大之人。只是，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，之前我对你并不友善，如今知道了一切，倒像是我亏欠你太多。是你唤醒了我的意识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只是现在还有不得不去做的事。在我失去意识之前，我隐约知道了该如何去做，才有可能改变叶塞大陆的终局。穿梭星海之间，并非我擅长之事，但你却有这样的天赋。我需要你引导我回到叶塞大陆，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？明明是我一直在受你帮助，到了最后，却还是我在向你提出请求。接下来，我该离开了。我该去那个地方。在我的意识完全消失之前，
时间不多了，我想请你最后再为我引导一次，从群星夹缝去往时空罅隙。你不用害怕，在冰蝶接触到时空罅隙之前，我会送你离开。你是最初握住我手，为我引导前路的人，而这一次，也请你伴我而行。接下来，我们要一同度过很长一段时空旅途。好在，我们行走于诸世界的边缘，不会对你自己世界的时间有所影响。我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。走吧，在进入永恒的黑暗之前，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虽然因为种种巧合，在我人生所有的关键时刻里，你都在我身边。我的一生未免太漫长，漫长的让我自己都有点厌倦。但这路上，依然有一点值得庆幸的事。怎么可能？虽然罗夏嘴里没什么正经话，但起码的礼数和尊重我们都懂。对不起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只看得到自己的目标，忘记了其他。火车是什么？听起来很有意思。
不要哭。如果你为我落泪，我会歉疚。每一次在你身边时，我都很开心。我不希望我带给你的都是悲伤和痛苦。我并不难过，我所有的选择都是发自我本心。还记得吗？很久以前，我对你说过，我要创造让你能幸福的未来。为了这个承诺，我成为自己也不认可的怪物，成为永生不死的冰蝶，成为永安之地的被流放者。我有勇气去承担，并非我内心多么强大，只因为我知道，我所有的付出会让叶塞大陆平安，会让你幸福。你的未来光辉灿烂，只是看着就让我很羡慕。好像时间要到了，我们的旅程要结束了。很抱歉，我现在不愿意给你任何决策。我在那些旗袍中看到过一个未来，你一时无法自控，追随我进入时空下隙，但这不是你应该选择的未来。我希望你幸福，黑暗的深渊里没有幸福的可能。要说不想，是假的。我对你，算了，很快要分别，有些话不如不说。你听我说，我希望你放下。如果你真的放不下，可以去找那个人，那个在你世界中我的对应者。他的名字都与我一样。我在旗袍中见到那个人时，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而且我看到过你们可能发生的未来。他会伴你左右，与你携手一生。在那个未来里，你很幸福，我会祝福你们。回去吧，这是我最后的愿望。我希望，当我坠入无底的深渊后，那样美好的你，永远拥有五光十色的未来。再见。虽然我知道，这次之后，只怕是很难再见到你了。时间已经回归原点，
所有的因果都已成立。现在还不是告诉你我身份的时候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当你救过思兰法师，送走他后，你们所有的相识和际遇，在时空轨道中已经形成了闭环。过去已成为历史，而你还拥有无限可能。所有的法师都被遣散了？不，还是有人留在法师塔的。法师本身的力量消失了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思兰冕下当年研究的某些符文咒法仍然生效。有部分法师想传承符文知识，用这些知识来造福大众。虽然我已经离开法师塔，但我相信，留下来的那些人是有勇气且坚决的。这些人的首领，是我很敬佩的陆尘高阶法师。想来也有点惭愧，在约定的结局里，我们会与冕下一起牺牲，而最后，冕下为我们负担了一切。神女阁下，我想写一部有关冕下的传记。冕下应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但我还是想记录真实的他，他应该被人记住。过去的法师不存在了，但思兰冕下的牺牲不会被叶塞大陆忘记。
神女阁下，你也非常了不起。没有神女阁下不停穿越时空的努力，就没有今天的叶塞大陆。谢谢你，我替西林、替叶塞大陆的平民们，还有我自己，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。一路平安。学妹，你回来了，欢迎回到圣塞西尔学院。明天正式开学，可别落下功课。